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冲高回落，没能延续上周五的强势上涨 ，GTC 大位来袭，英伟达能否成为美股救世主呢？在昨天，英伟达技术面出现了短线逃顶信号，纳指金融腾飞，中概股迎接三浪主升行情。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4期，我们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盘前的美股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会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环境究竟是多头还是空头。第二部分我们来到特斯拉、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详细解析。而第三部分我们会通过资金和动能2个维度来去考虑以下个股 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 等以上个股的短线策略方面如何去抉择。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以上内容会比较多，所以一般阿哲的视频时长会比较长。所以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旁边这一个3角按钮，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行情目录以及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更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收听完整。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在前期我们上周的几期视频当中，阿哲一直有提到一个方法，叫做下跌商法，一种经典的蜡烛图形态。而目前的市场就在构筑下跌商法当中。那么什么叫做下跌商法？就是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跌。那么像上周周一出现了4%的指数的下跌，很明显满足这种要求。在一个明显下跌之后，空方动能衰竭，甚至呢有很多人空头平仓获利兑现，而多头趁机进场去抄底买进。在往后的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反弹，但反弹力度没有超过大跌的高点，那么整体的反弹空间有限，后续再以一根大阴线结束本次反弹行情，这是一个下跌商法基础形态。讲得更加简单一些，就是下跌当中的一个反弹后再次下跌的动作。而目前的美股指数纳斯达克就在比较完善的去构建这个情况，而目前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就在构建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本周周一周二关注一种现象，能不能够以一根阳线收盘突破左边大阴线的高点。如果能突破，那么后续的反弹空间依旧能够往上去看。而假如在这里出现阻力甚至回落，那么再次临近前方低点时，一旦出现破位，将是继续看空继续做空的机会。而在当下的市场，下跌商法还没有出现方向，因为昨天的价格收盘没能收到左侧大阴之上，而当前的价格也没有再次以大阴线跌破前面阴线低点，所以在这个股价的区间内，很多时候价格的波动是没有太多波段的意义的，只能短线去看多亦或者做空，但它的价值其实不大。那么对于下跌商法，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学习一下，因为它有很多的变样。这一波行情是纳指22年的熊市下跌行情，在熊市下跌当中，下跌商法经常会帮我们指引方向以及做空的点位。我们看到最左侧的这一个股价走势，当市场出现明显的大阴线下跌时，那么后续股价的反弹就有可能是下跌商法的构建。它只要不是有效突破阴线的高点，那么在此之前超过3天或3天以及以上的反弹都可以称为下跌商法的构建。当再次以一根阴线，特别是有效的大跌 K 线时下跌破位，那么方向将依旧会向下去看，哪怕后续再反弹，那么价格往往还是下跌。这种下跌商法就是标准的下跌中继，往往后续有更多的下跌空间。我们再看到这里，价格下跌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阴线下跌，而大阴线下跌后反弹时间是不是有3天了？我们说3天或3天以上都是比较不错的下跌商法的时间。反弹过程当中虽然突破了一下，我们说突破就说明了多头比较强势，那么这一个位置它处于熊市反弹，
但是突破的第二天又再次跌回来了，所以多头力度较弱，而这一天再次下跌，这一天再次暴跌，方向选择就是向下的，因为它收盘再次跌破大阴低点。那像这个位置，当天来看虽然不是大阴线，但是有跳空明显的下跌，股价上涨感觉是突破了，但其实呢只是回补了上方缺口，压力还在，价格再次以大阴下跌，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下跌三法，先是大阴下跌，反弹3根阳线，而后再次大阴下跌，再次的破位，那么下跌空间这里告诉你，它可能只是半山腰上，它只是一个下跌的踪迹。这个位置是不是曾经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下跌之后呢，反弹，这个反弹呢，它就不是很标准了。价格呢超过了3天，到了5天的时间，但是价格呢，它没有一个强势阳线突破，而是再次以一根强势的明显下跌阴线，再次跌破前方的低点，所以股价延续下跌。所以当前的价格走势，通过下跌三法的条件，我们就知道了，纳指只要它的价格反弹依旧在前方上周周一的阴线区间内，它就依旧属于下跌三法的风险区间。一旦再次下跌破位，将是延续再次的下跌。而哪怕它出现了突破，哪怕多头强势，你也要谨防它可能掉头再次回落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本次的反弹，阿哲在上期视频和在最近的盘前解析当中都有讲到，你甚至可以不去理会，因为它是一个熊市的反弹，而如果你要理会，那么你的仓位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控制，它当前只是熊市反弹。以上内容是对于下跌三法，我们再次的去复习，再次的学习一下，特别是新同学第一次收听的，可以认真学一下它的条件和方法。在下跌市场当中，一旦遇到它，要注意它可能是再次做空以及反弹，不要轻易追涨的一种信号。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再次点上一个小星星，点一个赞，感谢您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充裕，也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点赞评论。而假设您是新同学，如果有所收获，也不要忘记在收听视频时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字样，再点击这一个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每场公开直播，您会第一时间在阿哲发布之后收到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和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知道目前的市场，它只要在这个阴线之中反弹，那么所有的反弹、所有的下跌都毫无意义，至少在波段的角度中，它都属于无方向状态，都是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上涨和下跌。唯有明显的强阳突破，亦或者明显的阴线下跌破位，才会指导接下来的波段方向。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更多看的是点位的短线多空。我会通过每天日内预测的高低点、压力和支撑来告诉大家，目前的市场是多方占优还是空方占优，短线是否依旧能够看涨，还是说要小心风险。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张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阿哲平时所发布的美股盘前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在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这一条信息。在信息当中，阿哲有提到2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主观的分析，那么阿哲呢也是按照刚才的想法，在昨天是写到了这一点。目前是属于熊市操盘思维当中，所以任何的上涨以反弹看待，更何况呢是在下跌三法的大阴震荡区间内。所以这里呢有2个思路，你可以不去理会本次反弹，除非它的反弹力度能够让它回归170天均线之上，那就有可能改变趋势。在此之下，我们认为它都是熊市反弹。第二部分是你可以参与本次的反弹，但是应该以短线为主，仓位一定要控制。反弹的多单止损在这2个价位，反弹的目标压力在这2个价位。那么纳指如果再次收盘跌破这个点位，就是前方周一大阴的低点，那么就会构成下跌三法的加仓点，空方加仓点。那么这也可以说是 SQQQ 等标的的右侧做多点。当然了，如果纳指碰到压力位出现下跌 K 线，也可以认为是反弹受阻。比如说目前出现的就是价格在阴线的高点处受压，如果今天收一根阴线，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了，它是在一个压力位附近受阻了，那么这里也是要小心的。而现在还好，它只是冲高回落，日线呢还没有出现反向的 K 线，当前依旧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所以动能上还 OK。
那么以上是阿哲相对感性、相对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么看到第二部分就会偏理性一点，因为它是阿哲每天所计算的一个日内支撑和日内压力。那么这个点位怎么去用呢？它其实是来区分当天股价多空强弱的。如果当天多头很强势，那么收盘一般会收在压力位之上，它突破了日内压力。如果空头很强势，正常会下跌，跌破低点支撑，收盘在支撑之下。像右侧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有些 K 线底下是有红绿灯的一些颜色图表。那么在图表上的 K 线，你会看到有一些底下是有出现一些颜色的标记，我们叫做红绿灯。而当天如果是一个红灯，说明当天股价收盘跌破了预测低点支撑，是一个空方较强的信号。那价格的下跌走势，只要是红灯以及红灯延续，都属于空方强势的信号。而价格如果出现了绿灯，就说明当天的收盘突破预测的高点，也就是压力，收盘过了，说明多方强势。而如果下跌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绿灯你要小心它会不会是一个反弹而已。所以以此呢，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昨天 K 线的多空强弱。昨天的高点压力是 17904.99， 低点呢是 17622.58， 所以股价收盘在这两者之中就属于无色的 K 线，那么不是绿灯，不是红灯，说明多空之间较为平衡，没有进一步的去扩张，多方没有进一步增强，空方也没有转向进行反攻。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如果周一的 K 线是阳线，那么变盘它将会向上，那么股价后续可以看涨。为什么呢？因为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绿灯、红灯、绿灯三色变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股价即将变盘的提醒。那么接下来阿哲在个股解析当中也会用到这一个方法。所以在周一的时候，虽然上涨 K 线是冲高回落，但它依旧是上涨的。所以目前的美股在动能 K 线上变盘看涨，当前依旧在绿灯的延续上涨当中，除非有一天再次出现红灯，就要小心短线的空方转向。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这是周二的点位。那么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18007.33， 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17727.27， 价格收在高点之上则会是绿灯，多头强势。价格如果收在低点之下，那么则说明是一个红灯，空头开始再次转强，短线要小心，要记得及时了结。不过这只是动能方面的判断，大家还要小心一个点，就是下方的资金。这是动能和资金我们结合来去研判。动能上目前依旧看涨，但在资金上要小心一个信号，就是目前的绿色柱上穿了黄色线，上穿了零轴。那么资金柱如果上穿了零轴或下穿了零轴，我们认为是一种短线变盘信号。现在你所看到的是纳指的日线图，这个技巧之前我们多用在个股的分析当中，很少去讲到纳指。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目前阿哲所标记的这些黄色线，就是对应的当天的资金轴在流出下穿零轴以及流进上穿零轴的时候。而在昨天周一的上涨当中，这一个零轴就被由水下上穿到了水上。那么在 BBD 资金当中，这是一种变盘的信号，有可能会见到高低点。我们看到价格如果是上涨时上穿了零轴，那么这根 K 线就有可能是变盘高点，除非能够把它的高点再次的收盘突破，我们认为它不是变盘高点，会延续上涨。而价格如果下跌时出现了零轴被下穿，那么这一天有可能是回调低点，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了止跌而后反弹？如果它的低点被后续再快速的跌破，则说明它还有下跌空间。那么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一天是一个变盘高点，当第二天突破，所以还有上涨空间，而不是高点。像这个位置股价下跌，是不是低点被下穿？好，下穿之后它是不是低点没有被跌破？所以这里呢是回调低点。那价格上涨的时候出现了上穿，那么这一天高点没能突破，所以是短期的变盘高点。这一天是股价下穿了零轴，那么低点没跌破，所以短期变盘向上，它是一个变盘低点。价格又再次的回落，回落过程当中，这一天是下穿了零轴。那么下穿零轴的当天，我们认为是变盘低点，但是这个低点第二天就被跌破了，所以认为价格还有延续下跌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延续下跌的空间。
而现在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资金线往上去上穿了零轴，那么这一天则再次标记为资金上的变盘 K 线。这个变盘 K 线的高点它要被突破，如果能被收盘突破，则这里它不是反弹高点，它能够继续的延续上涨。假如在这一天之后反而股价是走弱的，那么这里将大概率形成本次反弹变盘高点，这是从资金层面上可以去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下对于美股市场，它处于连续的变盘信号的出现当中。第一个变盘信号，当前股价是看涨的。那么第二个变盘信号就要看到周一的高点，这一天的高点如果也能够今天再次收盘突破，那么本周我们是比较看好的。那么两种变盘都是往上看涨，那么如果今天的高点不能在后续被突破，那么就要小心，它一天不突破，这里就一天还是属于变盘高点。在变盘出现之后，如果再次出现我们所说的红灯信号，那就是更为小心的情况。像前面这里本来应该是变盘低点，它不止被跌破了，还继续有红灯，那是不是连续下跌？那么这里要注意了，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可能您还不知道怎么去每天盘前收到这一个预测的高低点点位，怎么自己去看一下是红灯还是绿灯。那么这里阿哲教一下大家，您如果是订阅观众，那么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击之后呢，您会看到一个置顶的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他的 Telegram， 那么点击之后找到助教，您可以报名去领取我们的每天盘前美股的解析。怎么报名呢？您可以给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也是领取的口令，这个口令就叫做盘前。发送给助教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新同学，您想要盘前解析，后续他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得到。同时要注意的是，阿哲频道主要讲的是技术分析，看美股以及股票市场。如果您对技术分析确实感兴趣，订阅了阿哲，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学习当中能够更有效率，更加能够学有所获。所以呢，不只是这一重福利，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配套课程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本周有一套专门的内部课程给订阅观众所去学习，叫做多空重构散户的赚钱策略。从3月17号开始到3月21号结束，本周的周一到周五香港时间上午10点，我们都会有直播课程，而这个直播课程都是非公开课，您只有订阅观众找到助教老师才有机会能够参与。而假如您是认真学习的同学，您参加了1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同时完成了1次老师课程当中所布置的作业，那么您把作业交给助教老师，而在助教老师批改完作业之后，他认为您是学有所获，是认真学习的，那么他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交流。这是阿哲专门为粉丝同学所设立的一个学习小组。接下来我们讲完了纳指的一个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3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本次特斯拉的反弹当中，股价走势虽然看着波动很大，但其实它也是跟指数一样，还处于左侧大阴反弹区间之内，也就是它还处于下跌三法当中。市场目前依旧没有强势的阳线把左侧的阴线给突破，股价当前的止跌，股价当前的支撑，它是在前方大阴一半的位置出现了支撑，但它迟迟不突破，那么久守则必失。股价如果再次以大阴跌破前方低点，那么将是下跌三法完全的构筑有效，那么特斯拉还会有下跌空间。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其实不太适合去选择一个方向，在这里去抄底以及继续的做空其实都不太应该，这里是一个观望选择方向的过程。前期在这个位置，当时为什么让大家不要轻易做多特斯拉，就是因为上方有大阴压力，而后有257和267这个区间的压力，在这里做多，你的止损可能要放在大阴的这个低点，因为跌破这个低点，可能方向就会彻底向下，所以我们的止损多头应该会放在这里。而向上去看，你会发现你的目标位其实是很低的，这个风暴比是完完全全不太合理的，你承受的亏损太多，而上方的压力位又太近，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不管你是想做空还是做多，
这个地方都千万不要放太多仓位，甚至呢你观望是比较好的。这是空间上给到我们的提醒。在这里多头的风暴比是不太理想的。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特斯拉面临关键的变盘点，为什么？这其实呢也是用资金和动能去发现的。刚才在讲指数的变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一点，就是市场出现由下至上上穿的 K 线，这一根资金轴上穿了，那么说明所对应的这一天有机会是反弹高点变盘，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纳指的用法，而个股当中是一样的。而现在你也会看到它处于绿灯红灯绿灯，在这种变盘的动能提醒下，纳指收了阳线，所以我们说变盘看涨是可以的。但是特斯拉是往下出现了下跌 K 线，而且是一根红灯 K 线，那么它这里确认了昨天为变盘高点，那么这一根阴线之后，我们认为特斯拉的变盘向下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要小心。这是上期视频我们就有提过的，一旦这一天收阴下跌，它的变盘将是向下变盘。在短线上，我们通过这一点可以明白它的一个变盘方向。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不太适合做多，而适合再次的尝试开空单去看空。我们进一步的看空点就是价格把它再次的跌破，这里呢是仓位较小的看空，因为它整体还在下跌三法的区间之内，在波段的区间之内，它的方向还是不明确的，只是短线的变盘是往下看。如果短线变盘向下，它能够出现一根不错的大阴线，不错的阴线，把它前面的低点给跌破，那么算是再次加仓往下看的一个想法。而不管是在第一次的小仓位看空当中，还是下一笔加仓的空单当中，我们的止损位可以放在上方大阴线的高点，只要不出现阳线把它突破，那么空单就不需要止损，我们依旧可以往下看。所以多头的风暴比现在不太合理，但是空方的风暴比这里还是 OK 的。因为特斯拉它的一个预测高低点在这里不算很重要了，不管下一天是红灯还是绿灯，只要没有破左侧阴线高点，空单就不需要止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预测高低点就不标记出来了。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今天盘前的解析，阿哲会把预测高低点放在信息当中。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解析，现在我们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给到一个上方的压力区间是 124.768 和 120.734。本次反弹当中，对于压力位的确认就是突破后再次跌落，亦或者突破时就受阻了。而你会发现的是 120.734 在上周周五的时候是收盘突破了，而在昨天周一的时候冲高回落，是不是重新的跌破？这是对于这一个压力位确认有效的表现。所以在空间上，这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在空间上，股价除非今天能够再次收盘站在 120.734 之上，我们才能认为这个压力位再次的被突破，否则这里的风险会一直持续。而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短线怎么去分析？在短线上，上期视频我们说这里有变盘高点信号，但是变盘高点的 K 线呢已经被股价给收盘突破了，所以价格呢只要不跌破曾经这一天变盘高点所对应的 K 线，它只要不是下破，我们就认为它依旧会往上运行，反弹就还有空间。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在上涨过程当中，你不知道这个变盘后它的涨幅究竟能多少，这是无法去测量和计算的。你只知道变盘之后方向还会往上涨。而在周一的时候又出现了冲高回落，而这一天是一根负阴线，也就是乌云盖顶，同时底下是一个红灯。我们变盘之后看涨归看涨，但一旦出现了红灯，一旦出现了负线，我们还是短线要有什么行为？要有减仓行为，短线要有获利兑现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过红绿灯的一个较为简单的顺势操盘手法，就是股价如果是空方价格在下跌，红灯为主，那么只要是红灯，空单就还是安全的。而如果出现了绿灯，那么相对你要去做减仓，甚至呢要去清仓获利兑现。再次出现红灯时，短线才能继续的去看空，才可以认为之前的绿灯仅是反弹，无法影响趋势。后续延续的绿灯则延续的看空，直到再次绿灯的产生，我们再去了结之前的空方的利润。那么在上涨时也是如此，上涨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做多的，那么以绿灯为主，绿灯长亮，那么多头就没问题。
每次遇到上涨当中的红灯，不代表一定会下跌，但它代表你的多头不能无动于衷，你的多单至少要稍微的去进行减仓了，要小心了。所以今天的英伟达，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红绿灯。如果这里再次出现红灯，在同一个方向出现2个连续的红灯，那么必然就是一个完全的高点确认，或者说风险的完全释放，就要小心。今天的预测高点，价格要收盘站在 121.21 之上，才会再次的绿灯。如果今天英伟达收盘能够在 121.21 之上，则重新要把多单买回，重新去多方加仓，因为它会出现红灯之后的绿灯，虽然会构成一个变盘信号，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以多方占优为主。那么下方的支撑是 116.35， 收盘如果跌破这个价位，将是一个红灯。连续2天如果都是红灯，那么这里就要彻底的了结多方的打算，那么再次转为空头。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阿周会讲解以下9只标的当中有关于资金和动能短线上的策略。第一只标的是 SQQQ， 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SQQQ 日线的图表，上方呢依旧是动能 K 线，下方是资金指标。下方我们注意一个资金指标的现象，就是它也临近了下穿。虽然目前的纳指是提前穿过去，但是 SQQQ 还没有。SQQQ 离资金回调下穿还差一点点，基本上今天就会出现下穿。那么下穿的那一天，就是变盘低点的可能会大大增加。我们要关注 SQQQ 今天的 K 线的低点支撑是否有效。所以变盘点呢 ，SQQQ 是本周周二。我们看到前期的变盘 K 线，资金在低位出现下跌反弹上涨的时候，它是不是出现了上穿？正常的股价走势如果是上穿，那么它应该是变盘高点，但这一天却被突破了，所以它不是变盘高点，反而是延续上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今天要关注它是否为变盘低点，关注它的低点能否有支撑产生。如果今天周二的 K 线低点被后续收盘给跌破，那么说明 SQQQ 将会继续的回落，这是变盘点上的使用。而在资金 K 线上，在上期我们讲过 SQQQ 它也处于一个红灯、绿灯、红灯的这种变盘信号。在这种变盘当中，我们的手中筹码尽可能不要再去随便的加仓，甚至呢，如果前期你是有所利润的，那么你应该有所减仓，因为变盘方向你不确定它的级别、它的时间、它的力度。那么现在在变盘之后出现的是一个下跌的 K 线，今天收盘比昨天最低还要低，所以明显的重心下移，我们认为它的变盘方向应该是往下移的。纳指的变盘方向向上，所以 SQQQ 的变盘方向则是往下。那么它的这一波下跌，在周期上来讲，比较大级别的支撑就是170天的均线，因为曾经是对170的有效突破，那么本次回踩较为强势的支撑就是170。所以目前的 SQQQ 从价格走势上，变盘是今天下跌，当前依旧向下看，关注一下今天下跌的 K 线力度。如果今天不是再次出现明显下跌，而是10日星甚至是低开高走的一些买入信号，那么对于低点变盘来讲，甚至直接可以作为再次的买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怎么样会出现绿灯 K 线。今天的预测低点支撑它是 34.75， 这个点位收盘只要不跌破，它就不是红灯，它依旧呢在延续红灯的下跌当中，下跌的多头就没有进一步增强。而预测的高点今天是在 36.59， 股价的收盘价如果突破它，那么就是一个绿灯。那么在变盘时间同时出现绿灯，我们认为可以看涨。这是有关 SQQQ 的一个解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HXC， 也就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昨天呢再一次一根大阳线启动，那么中概股是否也会出现二波行情？前面一波上涨之后，在前高处出现了滞涨，那么稍微震荡了几周时间，在昨天周一出现了强势的上涨。那么东升西落是否真的如此明显？这根阳线是否启动中概股再次的新的一轮行情呢？我们来看到下方资金层面的表现。那么资金层面，我们是不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变盘信号？就股价上穿下穿的时候，我们把它标记一下，最近出现上穿下穿的 K 线。那你会发现昨天就是上穿了，
那么前期价格下跌反弹，上穿 K 线是不是变盘高点？那么它略微回落了3天，但后续呢就突破了它的变盘高点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好，所以价格在这里是一个延续的上涨。我们再看到这根 K 线，在高位出现了长上影线之后，价格第2天暴跌，暴跌时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的低点，并没有被有效的跌破，所以这里形成了一个震荡区域，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下跌三法，只是呢它在上涨途中，所以就不太合格。而价格走势在反弹当中，这一天又出现了上穿时是根阴线，底下是首次的上穿零轴。这一天的高点后续没有被突破，低点被跌破，这里开始产生了一个调整，说明这里确实是高点变盘。而现在再次的上涨反攻，创了左侧新高，而下方的资金再次的往上去突破，所以这一天又是变盘的信号。如果多头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势，那么这一天将会是一个变盘高点。而假如这一天不是变盘高点，如果真的是突破之后的加速行情，那么今天这个8426.01应该被再次的收盘站上，而且收盘站上的时间越快越好，阳线的实体越大越好。所以这里我们不能说这里就立马会启动，这里还有再一次的变盘高点的可能，要去验证，要去确认。我们要特别小心，在突破之后，在变盘高点确定之后，它出现红灯的 K 线。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画一下红绿灯的一个价格。它的预测低点是8248.27，收盘跌破则是红灯，就要小心。它的预测高点是8581.94，那么股价收盘涨上去就依旧是绿灯，那么大概率我们说它是一个突破，它确实是行情的启动点。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是不是依旧在170天线附近存震荡，但是还没有跌破，所以 Meta 整体的力度是比较不错的，结构上还是强势的。下方的资金是没有出现上穿，所以当前的资金呢没有变盘的一个信号。前期的变盘 K 线这一天是下穿，当下穿之后立马跌破，所以它是一个延续下跌的 K 线，而不是一个低点变盘。目前还没有上穿，整体资金流进要比指数弱一点点，这里是短线上的。刚才说的强势是结构上的。我们再看到底下的 K 线形态，这个 K 线是不是一个晕线？小 K 线左边是大 K 线，小 K 线完全在大 K 线之中，所以是个晕线。晕线的表现就是它应该要把这2根 K 线都相续突破，才能够选择方向向上，不然的话它依旧是一个震荡，依旧呢类似于下跌三法的形成当中，所以它的方向和特斯拉等个股是一样的，方向是不太明确的。所以在上期的视频当中，我们说这一天是绿灯啊，算是一个左侧比较激进的快的买点。但是我们说更加明确的是，有一根 K 线能够突破晕线，我们更能够看涨。而在这之中呢，哪怕买仓位也不要太多，因为它的方向其实并不是很明确。那么当前的 Meta 就这么去看，它的方向不明确，哪怕买，哪怕做空做多，都不要用太大的仓位，关注这根阴线的高低点，看它是选择下破晕线还是上破晕线，而后再去选择做多和做空仓位较大的部分。如果您目前是关注 Meta， 可以这么去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苹果的走势也是一个晕线组合，类晕线，但是不是很标准。而价格股价出现了这种结构之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那反弹的力度也并没有去突破这一个小 K 线的高点，或者说没有去有效的突破。在股价出现下穿时，我们说有可能是变盘低点。那么股价在连续的进行一个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也是下跌时我们要去关注的 K 线。这一天的区间再次的被突破，或者说被有效跌破，那么方向依旧会选择。而现在股价连续的流出后，流进 K 线是它的低点没破，高点没破，所以方向呢还不确定。苹果也依旧在等待资金的选择方向。我们其实更加希望的是把这根阴线的高点或低点给取掉，这样的话会有更明确的方向，更加直接的给到我们的信号。所以当前的苹果也依旧仓位不能放太重，因为整体的大方向还是不明确的。而从动能上来讲，苹果目前是属于哪方更强呢？是多方更强一点，
因为这根阴线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转为绿灯，那么多头只要注意，空头就要小心。绿灯之后第二天依旧没有颜色，这说明它是一个延续上涨，这里要小心红灯的出现，所以阿哲呢给一个点位，它的红灯将会出现跌破 211.985， 跌破这个点位则是一个红灯，那么就要小心它的方向大概率会选择再次向下，而高点是 217.235， 就是今天日内的压力，大家注意了，这只是今天的股价收盘突破将是一个绿灯，方向选择就是向上。我们再看到 MSTR 昨天也出现了一个晕线，最近的个股确实是比较徘徊，资金呢选择性不强，它还是处于一种晕线的状态。而我们说下跌出现晕线容易止跌，虽然不一定会反转，但是止跌的概率会比较大。而当前是属于明显上涨之后的晕线，那么自涨的概率就比较大。如果您是一个短线交易者，昨天出现一个晕线，基本可以开始减仓，因为上涨力度走弱。那如果按照更加激进的同学来讲，就是这一个晕线的低点不被跌破，可以先不减仓；被跌破之后，方向开始倾向向下，我们再去减仓。而价格走势如果能够再次突破，则方向依旧选择向上，说明动能没有问题，可以依旧看涨。在短线上，我们看到动能 K 线，它呢依旧是绿灯，绿灯之后没有走为红灯，则依旧还是绿灯的上涨途中。下方的资金这一天是下穿，下穿之后呢，价格没有跌破它，而是站在这之上，所以方向它是变盘向上。那么上穿 K 线也是这一根高点也是被突破，所以当前的 MSTR 整体还是看涨的，只是出现了一个晕线，稍微把短线多头压制了一下。我们希望它接下来更快的去再次突破晕线的高点。而在多头开始被打压，短线开始走弱一下下之后，你要小心红灯会不会突然出现。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灯，股价低点 280.332， 收盘跌破将是红灯，股价的高点 295.538， 价格如果收盘突破，它将是一个绿灯，那么就没有问题，依旧看涨。接下来我们则看到 PLTR 离底下的170天线是比较远的，比 Meta 比很多个股它的结构都强很多。而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这一天是上穿，上穿之后出现了阴线的抬高，这是不算数的，我们要的是阳线的突破，所以 PLTR 目前依旧处于高点变盘可能构建当中。而我们再看到资金变盘表现，绿灯、红灯、绿灯，在这3根 K 线之后，第二天虽然依旧上涨，但是是一根阴线，不太好的现象。所以目前的 PLTR 要小心，它的变盘点可能是高点，只是信号不强烈。这一天如果是直接下跌，就会比较明显，但它是一根假阴线。那么按照我们传统来讲，决策阴线实体的低点和高点画一下，今天收盘价跌破实体低点，则这里变盘确切是向下的，所以当前的 PLTR 变盘点有很大概率是高点，只是呢确认信号，我们可以等一根 K 线跌破假阴线的实体，也就是说它的收盘价被跌破，则确认是变盘高点。那么今天红绿灯的出现点位，阿哲也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下，高点是 90.245， 收盘突破依旧是绿灯，那么绿灯呢就说明不是变盘看跌，而是变盘向上，因为它的确认是往上确认，所以这个决策阴线我们需要用来确认一下。如果今天是绿灯，那么它的变盘就不是高点，而是继续的看涨。我们再看到低点的变盘是 85.925， 股价收盘跌破它就是一个红灯，红灯则风险较大，变盘也确实是向下看。下一只标的 AVGO 博通，博通的价格走势一直徘徊在170天线附近。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这一个绿灯不是买点，因为它是一根阴线的绿灯，我们的买入 K 线要以阳线为主，阴线哪怕是绿灯也不买。而底下的上穿 K 线是谁？是它。目前为止形成了一个5天的顶分型，价格这个高点到目前为止还没被突破，所以它这里的变盘高点是很明确的。价格走势一天不突破这一个高点，这一个上穿 K 线的高点，
那么它就是高点变盘，那么博通就小心不要去看多。昨天的博通呢是一个大幅低开后高走的 K 线，这是一根挨压 K 线，但虽然是短线买点，可是它的位置不太好。如果真的要去看多，至少等待收盘突破左侧长上影线的高点后再看多。在这之下去看多性价比不多，因为它的压力位太过靠近了。底下资金层面，我们就是看这个变盘信号，而在上方的动能 K 线上，当前是绿灯的延续，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红灯，就彻底的转为空方向下的方向。所以这里我们来画一下，今天的预测高点是195.61，收盘突破这是绿灯，而价格的低点186.39，那么收盘跌破这是红灯，这一个位置不要跌破，跌破的话就很明确是向下走了。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呢是已经有效跌破了170天线，而当前170天线呢也是往下行走。在下方的运作当中，这里出现了一个上窗 K 线，而后呢高点变盘，那么下窗 K 线低点变盘，而股价在昨天又出现了上窗 K 线。那么目前按照谷歌的多空的走势来讲是震荡的下行，所以这一天是变盘高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除非股价收盘今天能够把它给突破，那么它就不是变盘高点，而是延续上涨。那么它的一个价格目标可以看到170天线，而这个概率不太大，所以这里是变盘高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一个红绿灯的变盘，前面是绿灯红灯绿灯，而后这一根 K 线是下跌 K 线，所以按照红绿灯的变盘表现，当前的变盘已经可以开始往下去看。最后我们看到 SMCI 呢还是受制于170天线的压力，没能够去突破，在昨天也是受到170天的压力，出现了冲高回落，而底下出现了本次股价的水下手势的上穿，所以它也是个变盘 K 线，高点压力，低点有支撑。而这里如果一旦出现下跌 K 线把低点破掉，那么结合170天线比较临近，我们说如果是熊市，那么价格在170天线这里出现压力，它就属于熊市的高位。那么熊市高位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那么 SMCI 将再次往下走，那么按照熊市的规律将是破底的行为。这里要打破一个变盘不是向下的，而是转为向上，那么只需要把这一根 K 线的阴线高点给收盘突破，那么变盘就不是高点，而是延续上涨点。以上是3月1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反弹延续，但是不再强势。GTC 大会是否能够拯救美股市场，还是会助力纳指金融腾飞？那么这是今天阿哲的盘前行情解析，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